快走吧，思思。弟弟啊，你看这姑娘长得漂亮吧？就是年纪大了点。她怎么是个哑巴？我跟你说啊，虽然我弟弟是个哑巴，但是啊，他耳朵不聋，也很聪明。你看啊，我弟弟长得多帅啊！况且啊，你这年龄也不好找了，你嫁给他肯定不会吃苦的。她是个哑巴，以后怎么生活啊都没法交流。啊，我弟弟啊还会写字，他上过中专的。那我们可说好了，20万彩礼1分都不能少。你放心吧，我不会少你的。走，咱们进屋。小雅，结婚之前我们是说好的，20万彩礼1分都不能少。你就给了我10万，还有10万呢，你为什么不给我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我就给你10万块，怎么啦？我告诉你，思思，你现在已经嫁给我们阿斌了，剩下的10万你就别想了。你的意思是，反正我跟你弟弟结婚了，你想耍无赖是吧？什么？你说谁耍无赖呢？你再说去试试。干什么呢，弟弟？我就知道你这是娶了媳妇忘了姐。行了，你就在家好好看着你媳妇，气死我了。走开，看到你就烦。我告诉你，以后离我远一点，烦死了，连话都不会说。别在那别话，别碰我。这个思思啊，成天不在家，肯定出去鬼混去了。不行，我得替我弟弟看好他，回来看我怎么收拾他，气死我了。站住！思思，你成天不在家，上哪去了？说呀！我出去透透气。透透气？你是不是在外面有人啦？赶紧说！你胡说什么？我胡说？我弟弟是个哑巴，你整天穿的花枝招展的，是不是外边有人啦？快说呀！你不要血口喷人。我血口喷人？我告诉你，思思，以后不准再出这个门了。要是被我发现，我打断你的腿，听到没有？还站着干什么？给我进屋去！进去啊！弟弟啊，姐出去买点东西，你在家看好你媳妇啊。一定要看好你媳妇，知道不？姐一会儿就回来。弟弟，你媳妇呢？干活去了。你别相信他，他那都是骗你的，他肯定是出去鬼混去了。弟弟，你怎么总是护着他呢？他是骗你的。等他回来，看我怎么收拾他。你去哪了？是不是要出去鬼混去了？啊？弟弟，你怎么这么傻呀？他心里根本就没有你，气死我了！哎呦，傻弟弟，真是娶了媳妇忘了姐。弟弟，家里的钱怎么不见了？肯定啊，又是那个思思拿了。等下我们就跟出去看看他到底在干什么。弟弟，你千万不要告诉他，姐都是为了你好。姐不在家，我出去一会儿就回来。弟弟，走，我们一起跟过去。弟弟，你怎么样？身体好点没？好多了，
谢谢你这么多时间照顾我。你说什么呢？我照顾你那都是应该的。前几天我那个大姐看我看得比较严，没时间过来，所以我这几天没过来，我可担心你了。思思，你果然是这种人，你给我起来！姐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不是我想的那样，那是怎样啊？他有什么好的呀？他是我弟弟，他在家里没人照顾，前段时间在工地干活摔伤了。什么？你弟弟？你怎么不早点跟我说呀？你要是早点告诉我，我也不会成天误会你了。姐，我怕我告诉你，你会打我。其实我每次偷偷拿钱过来，就是趁着你不在家的时候来看我弟弟的。小雅姐，我姐说都是真的。姐，都是我拖了你了，以后你不要再过来了。弟，你说什么呢？弟媳妇，这段时间是姐的错，姐给你道歉。姐，我也有错，我不该瞒着你们的。弟媳妇，这样吧，把你弟弟带到我们家，我们一起照顾他。姐，你真是这样想的？是。谢谢你，姐，还有你阿边，我知道都是你在后面默默的帮助我，你为我做的一切，我心里都明白。姐，其实当初我嫁给阿斌，都是为了给我弟治病的，为了给我弟治病，我才答应的。说实话，我刚开始确实接受不了阿斌，但是后来慢慢的相处，我发现他心地善良，虽然是个哑巴，但是心里比谁都明白。我现在心里已经接受他了，谢谢你阿斌。你能这么想，我真高兴。走，咱们回家。抱着孩子走吧，东东现在已经不在了，你年纪轻轻的守寡可惜了，你找个好人家改嫁吧。姐，我不走，我要替东东守住这个家，养大这个孩子。恐怕你不是不想走，而是不甘心吧。这张卡里面有10万块钱，是东东所有的赔偿款，你拿着吧。姐，你误会了，我不是想要钱。你嫌傻，总共只赔款了这么多，要不要随你，但是你人必须走。姐，你为什么容不下我呢？自从我嫁进来，上慈下孝的，从来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家里的事。你为什么要对我苦苦相逼呀？我自有我的打算。姐，说句不好听的，你现在赶我走，是不是想霸占东东留下来的房子？随你怎么想，人在做天在看。你这个狠毒的女人，我恨你！妈，你帮我带一天孩子吧，我今天有事需要出门一趟。算了吧，跟你明说吧。我听说东东的赔偿款有50万，可他姐当初只给了我10万，就把我赶走了，还霸占了我家的房子。我现在越想越咽不下这口气，我一定要去找他算账。那行吧，妈，我在家等你啊，挂了。喂，阿斌啊，我是东东的姐姐。对，我知道，他欠了你15万。你放心，等年底之前我会还给你的。虽然他人不在了，但是债还在，我不会赖账的。另外，阿斌啊，我想麻烦你一件事，催债的事前你千万不要给我弟媳打电话，我不想让她知道。她现在没了丈夫，一个人带着孩子。我为了不让她知道，不拖累她，我让她回娘家了。行，那麻烦阿斌了。行。姐，小雅。姐，对不起，是我错怪你了，对不起。小雅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姐，我早就来了，你说的话我都听到了。原来东东欠了这么多钱，你一直都在替东东还债啊。姐，你为了我和东东做了这么多事，而我却一直在错怪你，是我太不懂事了。小雅，我不想告诉你这个事情。自从你嫁到我们家，为我们家付出的已经够多了，我不想让你背上债，
所以才狠心把你赶走了。姐，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们一起还债吧。小雅，其实东东的赔偿款有50万，我给了你10万，另外40万我拿去还债了。车子和房子我也找到买家了，加上我所有的积蓄，应该能还清了。姐，你为了给东东还债，已经倾其所有了。你搬过来和我一起住啊，我们是一家人。好，我也想我大侄子了，以后我们的生活会越来越好的。